前段时间我做视频的时候说了很多国产的软件，就有朋友留言说，国产的软件呢很少有做得非常好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一个做得比较好的剪辑软件，叫做剪映。当然声明一下，这个视频肯定不是一个广告，因为剪映不可能去找我来这种很小的 UP 主来做广告。剪映我最开始用的时候呢，觉得这个软件非常的印象不是很好，我觉得这个软件它非常花哨。很多你做剪辑的功能呢，它其实首先它没有电脑端，我用手机操作呢很麻烦很费劲，我又不想搞。到后来呢，以至于到现在，我基本上每天的剪辑都需要用到剪映，而且这个剪映的海外版也在海外大放异彩，这个月成了苹果 App Store 榜单的第1名，就意味着每天可能有上百万人国外的人在下载这样的一个剪辑软件。这样大的成就在国内的工具应用里面，实际上是以前很少有公司或者是产品能够达到的。那给大家讲一下我现在的工作流是怎么样的啊？我现在做剪辑视频的，我拍摄完的这个口播，我现在说完话的原始素材，我用剪映的一个叫做智能剪口播的功能，把我说话中的一些停顿，什么啊这那去掉了以后呢，这个视频没有那么的停顿，看起来节奏会更好一些。我就用剪映的一个自动生成字幕的功能，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普通话它并不是特别标准，所以很多朋友还是希望有字幕的。剪映的一个自动生成字幕的功能呢，就可以帮我完成这个字幕的生成功能，我只需要简单的修改一下就行了。基本上这样一来，我的视频就结束了，我只需要从我的视频的画面里面抽出一帧，做一个视频的封面，我这个视频就可以上传了。那这个效率呢是非常非常高的，基本上视频制作的过程10到15分钟就可以完成。那这个放在2年以前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2年或者3年以前，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剪辑软件，有重量级的，比如说 Adobe 的 Premiere Pro， 或者是Apple 公司的Final Cut Pro， 或者是说免费的那个达芬奇，是吧？那这些是重量级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的。还有一些轻量级的，比如说海外一个非常成功的叫Audacity， 这个软件呢非常成功，赚了很多钱。那这个公司呢也是国内的一个厂商做的，是 A 股的一个是 A 股还是科创股一个上市公司，叫做万兴科技。这个公司呢，因为做这个呢，在国外做得非常好，前一段时间呢，赚了很多钱，也被誉为说所谓的中国的 Adobe。Anyway， 虽然有这么多软件的，但是在2020年，就是抖音已经火了3年，国内的视频市场增长在线视频的市场增长非常非常快的时候这些软件呢，没有一个提供了一个最基础的功能，就叫做语音生成字幕的功能。实际上呢，在2020年或者是说19年或者说更早的时候，语音生成字幕这个功能呢，从技术实现上已经没什么难度了，而且它的成本也并不是特别高。那为什么很多公司不做呢？对不对？所以呢，这当时就导致制作视频的过程非常非常的麻烦。比如说我做一下字幕，我需要用到一个很复杂的软件，叫做 ArtTime， 就是它可以帮你生成字幕，然后帮你校对，让你手动去校对，一行一行的去校对。或者是说呢，用一个付费的叫做讯飞出品的一个叫做讯飞语记。那这样呢，讯飞语记也是要花钱的。那这样校对的过程呢，其实是非常繁琐的。你不光校对完了以后，你的字幕要和视频再压缩到一起，是吧？这个过程呢，可能就是最简单的校对字幕和压缩的过程，可能就需要耗费我4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但是一切呢，在2020年发生了改观。2020年出了一个什么事呢？剪映宣布说我们手机版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做电脑版了。听到这个消息，那立马这些公司都行动起来了，说什么万兴的喵影就开始出了字幕，那 Premiere 呢也开始内测，说我们要有自动在线生成字幕的功能了。那之前大家为什么都不做呀？因为这个日子实在是太好过了。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一个启发，很多时候我们在用一个产品的时候，觉得这个产品非常非常的难用，很有可能呢
这个产品的市场它非常非常小。但这种东西呢，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决定去改变的。但是如果一个产品的市场在变大的过程中啊，它会出现一些新的东西。很多时候呢，我们最好是不要对一些新的产品、新的东西呢有着太强的偏见。更多的是呢，我的建议是大家可以说更多的去给予一些新公司的一些宽容。他们有做的不好的地方，你可以骂，但是尽量是需要给他们一些宽容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消费者才能得到更好的体验和服务。就像抖音在刚刚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很多非常清高的人士说，短视频没有一点价值，短视频就是什么肮脏的，短视频都是浪费时间。但事实上呢，在短视频平台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知识被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被传播，各种各样的交易达到了完成，而且呢也让流动的变得更快。实际上短视频它是有它固定的价值的。你就算说短视频没有任何价值，它可以让很多无聊的人能够感受到一点点的快乐，其实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新的事情以后，要保持宽容，保持一个相对来说中立，也不是说中立吧，也相对来说一个客观的一个意见，保留一下自己客观的意见，在自己没有深入的体验和了解的时候，保留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意见，其实对我们正确的认识世界、正确的看待事物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呢，也会让自己避免错过很多机会和趟很多错误的坑。好，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期接着聊。